第二个让位就是增速让位于质量。十四五是中国金融周期见顶转向，经济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是以前经济发展靠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推动的那个模式已经结束了，这条路走到头了，未来必须转向更加依靠新经济发展模式才行。本次15.5公报表示，虽然近5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但经济结构在改善。单一靠地产驱动的经济就像肥大的肢端，用这个来衡量体重增加，人都长畸形了，还说你看体重增加了就是好事一样盲目。大家一定要明白，不是单看某一个数据增长好了就是好，健康均衡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单一经济引擎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看看俄罗斯和日本就都是这种情况。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关乎于各位手里的房子10年后还值不值钱，手里还会不会有更多的钱的关键。那么公报指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意这一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除了前后多次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比15.5公报，本次公报加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条表述。为什么看公报要结合去年乃至全部的5年规划公报来看呢？就是要看到差异点里隐含的重大意思。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6个5年计划里，与78年改开一脉相承。之后表述虽略有不同，执一无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13.5规划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把握发展新特征。而14.5公报中的表述是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句。在这次15.5公报中增加这一句，并同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我的理解是，上个5年规划，我国需要做出发展动能的变轨，变是主要矛盾，经济发展要以变轨为前提，而现在则是两手都要硬，高质量发展变轨已经产生了惯性，那现在就要全力以赴向前冲刺。不要小看任何一句5年规划公报中的字句的增减，从这个逻辑上进一步再递进到什么可以代替地产，成为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引擎，并能实现经济发展为中心这一目标呢？就是第3个让位了，地产让位于科技。15.5的金手指毫不意外地点在了科技自强上面。本次公报的表述中，科技出现了9次，地产出现了1次，金融在字面上没有出现。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改变锚点。公报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强调化解存量风险，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那么也就意味着地产的价格短期之内是要让位于科技制造企业对于流动性的需求的。对比来看，14.5目标更加注重整体的经济发展，而15.5的目标则更专注于科技，对科技创新的追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经历了14.5这几年的科技发展之后，我国的科技能力正在全面突围，抱团登顶。根据 WIPO 的统计，按照购买力评价折算，2023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已经占到全球的 26.2%， 仅次于美国的 28.4%。公报提出了对科技创新的新目标，明确提出科技要自强自立，要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政策不仅关注科技的研发，同时还关注科技的规模化应用，更加注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在本次公报中，现代化产业化体系出现的位置先于科技创新，这说明在未来5年里，政策对科技的大规模应用落地将更加重视。如果说政策的金手指点在了科技上，那么科技的金手指就一定会点在产业链和应用上，就是以增加生产率为目标，突破现在 AI 处于研发而对应用环境赋能不足的瓶颈期也是重中之重。在产业链的表述上，14.5更加强调产业链升级就是变换轨道，而15.5报告对于怎么升级就有了更明确的指导，3个方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同时还提到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航天被加入表述，能源革命被删去，主要是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能源革命的改革后期，前期目标已经达成对于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提出了重要的要求，这一点就呼应到了前面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
可以看到，本次公告的行文逻辑是层层递进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高质量发展是发展速度的前提，科技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把握主要矛盾，保持战略定力，这一条主线清晰可见。这条主线之外的就是要怎么做，也即开篇我提到的6条主线：科技创新为锚点，刺激内需为引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对外开放不动摇，向人投资再提高，文化建设要加强。后半部分会放在今晚8点直播里，跟各位做一个更深入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预约，不要错过时间。本期节目呢，先到这里，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